10月底在韩国庆州举办的 APEC 会议上，韩国点名台湾是晶片的竞争对手，但其实韩国三星也做得出晶片，为什么会被台积电压着打？台韩一直在产业竞争的赛道上，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台湾的经济表现可以超车韩国？台积电一直是市场的讨论焦点，今年已经2度传出了机密外泄，加上川普屡屡公开点名台湾的晶片，连国内都有舆论在问台积电会不会变美积电？台积电的赴美生产对台湾的国家安全会有多大的影响？ Hello， 大家好，我是 Esther， 今天就有基金事件和资料统计，带你一起来看看以上的话题。台韩的竞争关系要回溯到1960年代亚洲4小龙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当中的台湾跟韩国发展最相像，以电子产业为主，但其实有段时间台湾政府很积极学习韩国的 K-pop 输出。不过两国的产业竞争最让台湾揪心的是韩国先后和美国、中国签下了 FTA 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关税上台湾厂商就已经输在起跑点。即使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外交休兵，但各国想要抢进中国市场，不敢惹怒中国，导致台湾在国际经贸上遭到孤立，很难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或是加入区域经济组织。那段时间台湾的处境被称为亚细亚孤儿。不过让台韩真正走向经济分水岭的正是中韩签订 FTA。 有财经专家指出，韩国只有在初期讨到便宜，随后就遭到中国反杀，这正是各国在中国市场面临的养套杀。韩国在晶片战场上之所以输给台湾，主要是因为良率太低。以2奈米的晶片为例，报道指称三星的良率可以提高到 60%， 但台积电的良率已经做到 80%， 这等于双方同样做出100片晶片，三星要报废40片，但台积电只需要报废20片。说到台湾的半导体重要性，很多人只想到台积电，但台湾真的只靠台积电在撑吗？半导体其实包含了上游的 IC 设计、中游的晶圆制造以及下游的封装测试。换句话说，台积电只是产业链中的一段，并不是全部。根据我国的官方统计，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相对完整，上中下游都有台湾企业卡一脚，特别是晶圆的中下游两段更是站稳国际市场。以晶片制造来说， TrendForce 2025的 Q2 全球排名就显示，台积电拿下全球70%的市占，位居第一。但说到晶片，其实台湾还有联电、世界先进以及力积电。韩国三星市占 7%， 是台积电的1/10。这也难怪韩国在 APEC 上面会特别点名台湾是晶片的竞争对手。未来的高阶晶片占比，台湾预计会从 71% 降到 58%。但即便如此，全球1半以上的高阶晶片仍仰赖台湾，至于成熟制程则会从 53% 降到 30%。 那么为什么台积电一定得赴美生产？ TrendForce 认为这是台积电必要的商业策略，因为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就在美国，加上国际贸易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的风险考量。根据美国 Factbook 的资料显示，全球半导体市占以美国企业为主，囊括1半。且生活中你我使用的手机、电脑、汽车等都需要用到晶片。在成熟制成的晶片当中，中国市占预期在2027年会扩大到 33%。 这样的竞争追赶不见得是中国企业的技术提升，而是因为中国长期透过国家资源的补贴，使得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远低于一般企业，再利用低价回销到国际市场，就是所谓的倾销。欧美各国意识到中方长期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影响到国内的产业，且中方看起来并没有要收手，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围堵中国会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说到台积电，有人认为是因为高阶晶片，台湾才成为国际焦点，但也有人认为真正让台湾被看见的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整座的供应链。从经济部盘点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可以看到，下方列出的台湾本土企业非常多，因此才有人说护台的其实是群山。从这张图表也可以看到，上游的晶片设计 EDA 生产晶片所需的基台设备跟材料，这些关键的技术其实仍旧掌握在欧美跟日本的企业手中。正因为这样，投资人有一段时间除了关注台积电之外，也特别关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 ETF。从产业链和技术分工来看，台欧美日是相互需要的关系，难以切割。而提到半导体的全球布局，就一定要讲到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早在2019年，张忠谋先生便提醒，
台积电未来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段话当时只有产业人士注意，但现在看来是精准的领先预言。张忠谋先生以多年的产业观察认为，中美两国会在晶片上发生角力战，且胜负难料。基于国安和供应链的风险考量，台积电势必要将部分的产能移往美国。2024年的法说会也证实了这样的布局方向。为了因应国际变化，台积电在2022年更首次招募了政治学博士。有大众称，终于轮到文组人出头天，但其实是因为台积电早就意识到中美台之间的国际关系将影响到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布局。张忠谋先生也很早就喊出全球化贸易已死，在中美走向了结构性的对抗下，晶片不只是商业竞争，更是国家存亡的竞争关键。看到这边，若你还没看过造山者的纪录片，有机会一定要亲自看看，你会更有感受。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完全是靠台湾自己后天努力来的。然而，市场上对于台积电赴美仍然存有不少的疑虑，即便董事长魏哲家一再强调台湾仍是根基，且持续加码投资台湾，仍无法完全的消弭市场的焦虑。或许是因为台湾在中国打压下曾处于亚细亚孤儿的困境，让部分民众担心，如果台积电在台湾的生产比重下降，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重视跟支持会不会也跟着减弱？不过在纷扰的杂音中仍有好消息，在新社和北市府的合约争议有机会结束之下，辉达有望将海外总部设立在台湾。即便最后不在台北，辉达也已经向经济部寻求合适的地点推荐。这对于巩固台湾在 AI 和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位置有重要的意义。影片最后带大家看一下半导体相关资料要去哪里找，以及如何操作。半导体产业很国际化，所以很常引用的是国际产业分析公司的资料。国内则会参考法人机构的资料，像是 IEK、资策会还有政府统计。你可以到 IDC 的半导体专区，或是 Counterpoint 以及 TrendForce 的网页浏览。在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的智慧电子产业计划推动办公室网页，也有不定期的更新半导体的相关统计资讯。当你往下拉的话，你可以看到各式的全球统计资料，主要都是搜集参考国际的统计资讯。再向下拉，你可以看到其他更细部的台湾半导体相关的成长率或是产值的资料，而相关的资讯则是主要参考来自于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所提供的资料。又或者你可以到经济部统计处查找制造业的产值，下载 PDF 档案之后，找到机体电路制造业，也就是台积电所处的行业分类。这边的2611指的是产业代码，方便各国进行跨国资料的比较。以上的资料都是产业分析很常用的资料库，提供给对半导体晶片统计有需要的听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影片中提到的国际产业分析公司和市占率报告连结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位中。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